大家好，假如我今天需要制作一个真人的雕像，那就需要拥有一个真人比例的雕刻。这件事真的需要数十年的雕刻经验，加上好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得到。而身为一个普通的宅宅，真的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办得到。所以我今天就要来介绍如何在真人身上翻模。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可以快速的复制人体身上的部位。这次就从最困难的头部翻模来开始示范。拥有头部的翻模，也是迈入进阶特效化妆的第一步。拥有了脸部正确的形状，可以确保我们之后做的特效化妆正确的贴合在脸上。就像是你有了一个可以穿衣服的人台，可以先把各式各样的服装先试穿看看，而且你还可以把自己的样子永远的保存下来。帅吧？有没有很想赶快自己做做看了？但是这可能是唯一一个教学，我必须说，可以的话，第一次最好寻找专业的课程或有经验的人来带你做，因为脸部的翻模有一定的危险性。要是你想在家里试试看，记得先从不是脸部的地方开始做，只要几个关键点好好注意，你还是可以在家里跟朋友试试看。你可以看到我僵直的脸庞就知道，这次的 model 就是我本人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这次露脸的原因。其实还是好害羞哦。好啦，先来说说开始前的准备工作。先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是非常的重要，所有的材料都会写在下面，记得要看哦。我这边使用的细胶是人体翻模专用的细胶，不要随便拿一般翻模细胶来做哦。接着，石膏绷带必须裁切成适当的大小，一层的石膏绷带十分的薄，所以在使用上我们对折再对折，裁切成适当的大小，这样每份石膏绷带就有4层一起，之后使用的时候比较方便。准备要正式开始啦。首先，脸部的翻模是无法自己做自己的，所以我找了2个好朋友来帮帮我 ，Michael 跟 Christina。在这边偷偷说一下，他们2个都得过艾美奖。我没有。开始前用大垃圾袋加上胶带粘在我胸前，来保护我的衣服跟裤子，也可以使用雨衣哦。由于头发是个不太能翻模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先从戴光头套开始。这边碍于时间的关系，光头套以后再独立做个影片介绍。不会的话，可以先用保鲜膜代替哦。光头套戴完后，我们要在身上其他有毛发的地方涂上凡士林，以免之后细胶粘住。然后就要开始涂细胶了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使用一点点的棉花塞在耳道里，防止细胶流进去。我们先从鼻子周围跟耳朵开始做，先用一点点的细胶涂在这2个地方，让 model 可以先习惯细胶的感觉。这次混合细胶的时候，还使用了一些增稠剂，让细胶可以像牙膏一样，不会一直流动。在鼻孔周围小心的用棉花棒涂抹，不要让细胶堵住鼻孔，造成 model 无法呼吸。初学的时候可以找第3个人来帮忙做翻模，这个人的工作就是站在前面，持续注意有没有细胶流到鼻孔，导致不能呼吸。那他们2个都非常的有经验，所以这次就只有2个人做。这层干了之后，我们就要用细胶覆盖全脸了。这层的细胶并没有加增稠剂，在上细胶之前，一定要跟 model 做个良好的沟通。因为当细胶覆盖全脸后 ，model 会没有办法说话，所以简单的手势语言是很重要的。在中途他们问 model 我好不好的时候，要是好，我就给他们一个比赞的大拇指；要是不太好，觉得有状况，就要比大拇指向下。那他们会立刻移除我脸上的细胶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沟通方式，在过程中要不断的关注跟询问 model 的状态。你可以看到我的鼻孔处并没有被盖住，在全部覆盖后就可以用吹风机稍微加热一下，让细胶更快干，小心不要烫到 model。这次用的细胶凝固时间大约是20分钟，干了之后可以上下一层。下一层加了增稠剂，让整个涂抹过程更加的容易，同时加上条状的细胶来作为卡榫。用还没凝固的细胶做固定，重复一样的步骤，
在平均涂抹后就完成了。干了之后就要做石膏绷带了。由于单纯的矽胶是软趴趴的，所以我们用石膏绷带做成一个外壳来支撑矽胶。我们这边先从后面开始做，快速地做完背面。石膏绷带硬化后，在交接处涂上凡士林，来防止两个外壳互相粘住。这个分膜线的位置要是不太清楚，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《乳胶面具翻模篇》，里面有做原理的介绍，一定不能卡模哦。接着做正面 ，Christina 先用小片的石膏绷带先做鼻子的周围，确保鼻孔不会被盖住，然后再大面积的上去。要做大概8层左右的厚度，这样外壳的硬度才够哦。在交界处，我们要稍微覆盖后面分膜线的位置，做成像是卡榫的样子，这样两个外壳之后可以顺利的合在一起。都硬化之后就可以开模了。用工具撬开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弄痛 model。两边的外壳都拿下来后，用安全剪刀从后面把矽胶剪开。你可以看到 Michael 用另外一只手放在里面保护 model， 以免不小心剪到 model 或是头发之类的。在把矽胶拿下来的时候，首先要确保耳朵的分开，所以先把手伸到我耳朵附近，帮助我两边的耳朵脱模。在拿下来的时候，可以要 model 在矽胶里面做一些怪表情。当脸部在活动的时候，会慢慢的与矽胶分开。再来就帮 model 把光头套卸掉，加上清理一番，脸部翻模就完成啦。之后把矽胶放回外壳里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用的条状矽胶，就是为了让矽胶可以放回正确位置的卡榫。然后用一点点的矽胶把鼻孔的部分补起来，并且在石膏绷带的周围涂上一些凡士林或是蜡，之后就可以把石膏倒进去了。初学的话可以直接倒满就好了。我这边稍微做比较麻烦一点的做法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空心的状态来减轻重量。干了之后修饰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，最后我涂上绿色的颜料，方便我之后的工作，就完成啦。看完之后有没有觉得真的比想象中难很多？所以可以的话，第一次最好还是由经验丰富的人来带你做，尤其上课是很好的方法。还是我也来开个课呢？好啦，你可能会想说，到底有什么危险的？我这么担心。例如，你要是石膏绷带外壳做完后，发生模具打不开的情况，那就真的很危险啦。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事情是，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是没有办法做这个翻模的。这次我使用矽胶来作为我主要翻模的材料，还有另外一种可以用来做人体翻模的材料，叫做海藻胶。我之后会再做另外一个影片来介绍，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。等你学会做这个之后，你就可以体会什么叫做自己跟自己接吻的感觉。好啦，要是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个 like 跟订阅哦。我们下次见。